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正在走你们曾经走过的那段路，你们会想要对他说什么？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，虽然我是做了不好的东西，可是我学到的其实是学到社会的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你怎么去尊敬人的方式，凶不代表你是坏，对不对？你好不代表你不坏。我觉得就是你要怎么去克服你心理的障碍是最重要的。这个过程当中，经验，我们人生后悔很多事情，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后悔，我学到很多东西。如果给我选的话，我会选择，我会把我的书读好，可能就会改变一些事情。我其实不后悔，我的人生过了就过了，我往前面看，我不能往后看，它只是一个我的人生的经历。我的过程，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改变，所以说没办法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让神来改变我们。在新加坡长大的，我家里有5兄弟，5个男的。成长的过程中呢，我们比较独立，父母比较没有时间去管我们，就这样子。读中学的时候就变坏了。我在12岁的时候，我就加入了黑社会。我的性格是比较强硬的，比较 stubborn 比较想要什么都要第一的。加入的时候就很喜欢打架，之前都是有100-200个兄弟在我后面的，我也是做老大的，就是这样子，打的时候也是有被打伤过，我后面还有疤痕，也被砍过，两帮派大概是有80个人，我们在真的就是拿刀啊、拿木棍啊这些去打，我们都很多人都受伤了之后，我们去庙就是拿那个烟灰，人家烧香之后不是有那些灰，我就拿那个灰来去像药涂在后面给它干，然后拿一块布包紧，包紧之后呢，再招其他兄弟再去。我其实，在帮派的时候是挺威风的，我觉得那种感觉挺好的。去到哪里，就算我一个人，人家知道你是谁，他不敢去动你。觉得很像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我说了算。之后就是坏到我们时常很像都是在咖啡店坐啊，喝酒啊，喝茶啊这些。只要有人看着你，有眼神对着你的，我就会叫我去问他，干嘛看着我？就这么无理取闹这样子。对，其实年轻的时候不怕，什么都不怕。对，就是一根筋，一条命，你要拿就拿，死就死。对，死就死，我不怕。我是第一次看到耶稣，那时候是在真道，我去了方舟营，最后一个晚上，我们是会关在一个很暗的房间里面，他们就说你们就可以做，可以怎样，就是在那边静静的。结果其实我就在想，没有什么，我就做了。突然间我就大笑，一直在笑，控制不了。我还记得钟姐在那边，她说莫笑大声一点莫。结果笑了有几分钟吧，然后我就看到耶稣。我看到耶稣的时候，我跪下来，我哭了，整个人崩溃了。我看到他说：“你不要担心，孩子，我会带你。他会跟我一起。”就自从那一个时候，我就时常会看到耶稣。他时常都会我看到他背着十字架看着我，我不用怕。
我也不知道什么触摸我去改变这个，想要离开。可是我离开了之后，其实没有完全离开，我还是在这个黑帮里面。对，我还是有联系，还是有做一些赌博的东西啊，就是地下的东西啊。对，所以说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朋友叫我来美国的时候，那时候，我真正的就是来到美国，我再脱离这些，就跟以前的生活完全的分开。对，完全的分开。对，要出去要去打了，然后我在家里，我妈妈就说不要去，我头好痛。我说不行，我要去。结果我妈妈真的是很不舒服。我说好，我不去。我真的是待在家里。可是隔天呢，我的另外一个就是我真正的老大被抓了，还有很多人被抓了，他们都坐牢了。可能现在还在坐牢，我不知道。对。因为新加坡对于帮派这些打的，他们很严格的，去抓到了去坐牢的时候，坐很久了，对，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很感谢我妈妈，就是突然间那一刹那，如果我去的话，可能我会死，可能我会坐牢，我也不一定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一个好朋友，他来了美国，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美国看看？过来了之后，我就待在这里了，那时候也是做餐饮，在餐馆打工。那时候搬到拉斯维加斯，我就认识我太太。第一就是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嘛，第二就是开第一家店到现在，慢慢的就是学习认识神了之后，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我。到现在只有这一家店，我觉得是神的恩典。我们每天来的都是不同的人，我们可以从我们的食物去分享给客人，也可以传福音给他们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来找工的，然后我就看他就像坐在对面，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，就一见钟情了。也说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可是就是一定要有他。这样子才会完全慢速下来的去听人家讲。之前呢，我是不听人家讲，只有我讲。你总要有跌倒，你才能爬起来。不是每一个东西都是顺利的。我们就是为了经济上的问题吵架，吵得很凶。然后我太太就说：“那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，我帮你祷告吧。”我就很奇怪，很自然，我就说：“你祷告吧，我随便你，你要想要祷告你就要祷告。”可是呢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有一股很像电波从我两只脚直接崩到我头顶上这样出去，我就奇怪，我就说：“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然后我就大哭了。我从来没有在这样哭的，没有的，从来都没有哭的。他对事情他比较理性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他会把它想得很完整，他才会去做。我不会，很多债务啊，很多要付的东西都付不出来啊。我们也有小孩嘛，第一个老大嘛，他才2岁，就是吵到要离婚的那种地步了啊。所以说，他就讲说：“哇，我们反正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。”他就说为我祷告，就单单一个祷告，开启另外一个世界，这样子，开启另外一个想法。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改变我变成就是从一个这么冲的人，凡事都要第一的人，都要 argue 的，到现在是另外一个倒过来一个会听人家去 explain， 然后再去分析。以前的我是不会分析的。我是一个从来不会去过问别人以前发生什么事情，因为如果我要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希望的是将来。之后我跟他认识是在一个日本餐厅认识，我当时呢是在那边的服务员，他就是厨师，所以我们慢慢的2个人在相处各方面觉得可以就是感觉那个很舒服。
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。这样，所以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黑帮，我只知道他当时是个寿司师傅。对，我以前以为他就是在球场里面打的，场场地盘的那一种。对啊，我没有想过。就是他是就是在一个黑帮里面的位置还挺有位分的。那会让你很害怕吗？其实没有，我真正知道他的过去是在去年他在教会里面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一直以来都是以为他就是一个小病而已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做见证的时候，我有帮他整理一下那些就是要讲话的事情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哦，原来你是有这么多人在你后面的，对，怪不得，对啊。那因为你认识的他已经不是在黑帮的时候的他，所以就不会。以前他很凶的，以前脾气很大的，对啊，感谢主。对，都被神改，对，被神改变的。对，他刚开店的时候呢，他的脾气很暴躁，就像10年前，就是每一天都在骂人。之后呢，他基本上都把店里面的员工都骂了一遍了。但是呢，我看了他现在的，真的神呢，给了他一颗不一样的心。他以前都是用骂人来解决问题，但是他现在呢，就是说我可以跟你好好的谈，所以让他的所有的那种暴躁啊，那种心情呢，真的是全部都没有了，甚至对家里的人也是一样，都是以前他很急的，以前你就完全听到他在家里的时候，你会听到楼上都是咣咣咣咣咣咣咣，就是每一次走路都很急。之后现在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他有脚步就是会慢下来。之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的恩典在他心中。之后他现在跟以前就是说他愿意去聆听，以前他愿意听，但是能不能听进去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现在的话，他还可以慢慢坐下来跟你去讨论，跟你去了解这个事情，对啊。基本上现在他是不会生气，生气的是我啦，对啊。如果说我在生气的时候，他现在都会第一个走过来跟我说对不起，不管这个事情到底是谁的错，他都会先认错，对。所以他现在真的是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。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人正在走你们曾经走过的那段路，你们会想要对他说什么？错了不用怕，只要就是把这个事情放到神的面前，神就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走到正确的路。对，因为这个问题我昨天也在思考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人都会觉得说啊，我们计划太多，我们计划很多，每一次都是把很多还没发生的事情都会去想好，那是不是这样是一个好了？其实我们也不晓得下一步是怎么样。那既然这样子，那为什么我们不像圣经所说的，走一步见一步了？我笑了。感谢你让我，你帮我祷告，让我认识耶稣。不客气。让耶稣去改变我。感谢你啊！为了这个家，你真的做了很多的改变。而且你真的很努力的去为这个家所有的人成长，去承担所有的压力。谢谢你。